欢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今天的播客我们要聊的是怎么用量子力学和统计物理去构建一种模型。在这个模型里面，引力是一种熵力，它是系统的自由能达到极值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而不是像我们传统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基本相互作用。是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和动机，就是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把引力解释成一种熵力，而不是一种基本的量子场论。对，其实这个想法就是大概30年前被提出来的，然后最近这几年才有人去用量子力学的模型把它实现出来。就他们其实是用了比如说像量子比特或者是谐振子这样的系统，然后通过让这个系统的自由能取到极值，就自然而然的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那这么说的话，这个模型里面的引力就完全是一种热力学效应，而不是说像我们之前学的是通过交换虚粒子产生的。没错没错。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些就是本地的和非本地的这样的模型，还指出其实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一些观测或者是一些近期内就可以做的实验来区分这些熵力的模型和传统的量子引力的。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理想气体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引力是一种熵力？其实理想气体的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例子。你想象一下，有2个很重的活塞，然后中间是有一些没有相互作用的气体分子，然后整个系统是跟一个温度为 T 的热库接触，所以它的温度是固定的。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热力学的一个经典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气体的自由能 A 等于 U 减去 TS， 那这个 S 呢就是它的熵，然后根据这个Sackur-Tektral 的公式，这个熵对这个活塞的距离 x 求偏导是等于 n 除以 x， 然后因为内能 U 对 x 求偏导是0，所以最后这个力 F 就等于 T 乘以这个熵对 x 的偏导，也就是 nt 除以 x， 这个刚好就是我们的理想气体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压力其实并不是因为分子之间有什么力在拉或者推，而是因为系统想要去最大化它的熵，对吧？完全正确，这个压力就完全是一个熵力。然后这个引力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引力也是一种类似的熵力，就是它是由系统的自由能的极值所驱动的。明白了。所以说在这个模型里面，这个量体的牛顿引力是怎么来的？其实在这个模型里面，牛顿的这个引力公式 F 等于负的 G 乘以 m1 m2 除以 r 方，这个就相当于是一种压力，就是它是由微观的系统去驱动自由能取到极值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压力。那这个模型跟之前的那些把引力当作熵力的模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其实这个模型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明非相对论的引力是怎么从一个微观的模型的热力学极限里面严格的导出来的。那它就顺便也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引力是怎么和量子化的物质去耦合的。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的那些文献1和文献2的处理里面是没有被解决的。听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这个模型能做出什么实验上可以检验的新的预言吗？这个模型它是可以做出一些实验上的预言的，就是它是可以跟传统的那种虚引粒子交换的模型做出一些区分的。对，然后这些预言我们会在后面的第3部分详细的讲。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模型和以前那些把引力当作熵力的模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模型它并不包括所有的把引力当成是熵力或者是热效应的这样的模型，就是它普遍的情况是这个力既有热的部分也有纯粹的熵的部分，这是跟那个文献1是一致的，但是它比文献2要更一般一些。所以说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讨论引力的熵力起源。对，没错。然后就是这个模型里面它是需要对这个域场的谱密度等等这些东西做一些具体的选择才能够算得出来，但是它的这个定性的特征应该是在更广泛的情况下都是成立的。那这个模型跟那个全息原理的模型，比如说 ADS-FT 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个机制和 ADS-CFT 这种全息的模型是看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模型里面，引力是由一个热的系统直接传递的，但是在任何一个基于弦论的 ADS-CFT 的模型里面，在低能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无质量的自旋2的粒子，也就是引力子，它在长波极限下会表现得像一个相干的量子媒介。所以这个模型和那种标准的通过引力子来传递的模型还是
有根本的区别的。没错没错，这个模型的目标就是要给出一个引力作为商力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然后它跟传统的那种引力子的图像和全息的图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趣的是，这个模型里面有一些参数，如果调节这些参数的话，它又会变得跟标准的这种虚引力子的交换是没有办法区分的。这个到底是因为我们做了非相对论的近似，还是说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只能留待未来去研究了。OK， 然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牛顿引力定律的微观模型。那在这个模型里面，整个系统的哈密顿量是怎么构造的？然后每一项都代表什么？这个模型的这个总哈密顿量，它是分成了5部分。第一部分 HS， 它是代表我们的这个可观测的系统，就是由 n 个非相对论的有质量的物体组成的系统。然后它的这个动能的表达式就是对所有的 I 求和，从1到 n PA 方比上2咪。那如果有外式的话，也可以很容易的加进来。听起来就已经很像我们熟悉的经典力学的模型了。那剩下的那些项是什么？剩下的3项 HM 是代表一个多体的中介系统，然后 VSM 就是这个可观测的系统和中介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然后 HB 是一个热库的哈密顿量， VMB 是这个中介系统和热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些有质量的物体之间是没有直接的相互作用的，它们只是通过这个中介系统来间接的产生相互作用。那在这个模型里面，这个热库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热库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能量的蓄水池。就比如说在这个理想气体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个热库就是可以跟气体分子交换能量的。比如说容器的壁里面的那些热振动的声子，就是它可以保证这个中介系统在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会达到一个温度为 T 的热平衡态。所以热库就是为了让这个中介系统能够一直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温度，是吗？没错，对。然后我们引入热库其实主要是为了计算方便，这其实也可以把这个中介系统设计成一个它自己就会 thermalize 的系统，比如说像一个有相互作用的气体。如果我们现在考虑这个经典的极限，就是这些物体都是非常非常重的，然后它们的位置都是确定的数，那这个时候这些物体是怎么在这个模型里面受到一个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中介系统的自由能 A 看成是这些物体的位置的函数，就是 A 等于 AX2。那这个时候第 i 个物体受到的力就等于这个自由能对位置下 A 的负梯度。这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中介系统在努力的让自己的自由能最小化，就像我们的这个热力学里面的情况一样。所以说只要我们能够设计出合适的中介系统和耦合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力的定律，对吗？对。然后接下来的2部分就是要去具体的构造出这样的一个 HM 和 VSM，让它的这个负的自由能的梯度刚好就等于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形式，就是对所有的 J 不等于 I 求和 G 乘以咪乘以 mg 再乘以 xij 方向上的单位矢量再除以 xij 的模长的平方。那这个时候这个牛顿引力常数 Gn 其实就是由这个中介系统的微观参数组合出来的。来了解。那如果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量子的情况，就是这些物体的位置和动量都是算符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描述这个物体受到的力？在量子力学里面，这个第 i 个物体受到的力，它是通过这个海森堡方程来定义的，就是 phi a 等于派对时间的导数，然后它是等于 i 乘以这个对义子 VSM 和派的对义子。这个形式看起来比经典的情况要抽象很多。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这个力的期望值，也就是这个 F 在这个中介系统和热库的这个态ρ mb 下面的期望值等于这个牛顿引力。就是对所有的 G 不等于 I 求和，负的 Gn mi mj 乘以 xaj 方向上的单位矢量再除以 xij 的模长的平方。那这个时候 Cx 和派都是算符，然后这个ρ mb 是对系统求计之后得到的中介系统和热库的这个约化密度矩阵。明白了。那这个模型里面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个偏离平衡态的情况呢？在这个模型里面，这个方程它是只在这个中介系统处于或者接近于温度为 T 的热平衡态的时候才成立。但是它的这个微观的构造其实是允许存在非常多的远离平衡态的状态的。对。那这个模型的目标就是要去实现
文献1里面的那个想法，就是这个半经典的引力，它是来自于这个中介系统在不同的平衡态之间的绝热演化。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非局部模型，就是这个量体的非局部模型里面，这个中介系统和这个物体之间的耦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在这个模型里面，我们有2个物体，它们的质量分别是 m1 和 m2， 然后它们的相对位置是 x 等于 x1 减 x2。那这个中介系统呢，它是由一系列的量子比特组成的。这些量子比特我们用阿尔法来标记，阿尔法等于1、2、3等等等等。所以每个量子比特其实都直接跟这2个物体的相对位置有关。具体来说，这个系统和中介的这个耦合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就是 VSM 等于对阿尔法求和 omega 阿尔法 x 乘以 n 阿尔法。然后这个 n 阿尔法呢，它是等于1/2乘以1减 z 阿尔法。这个 z 阿尔法就是这个 Pauli z 算符。然后这里我们取这个0态作为它的能量为0的态，然后这个 omega alpha x 呢，它是等于 alpha 乘以 fx， 就是它的这个能级是等间距的，然后这个间距呢是由这个函数 f 来决定的 ，fx 是一个关于相对位置的任意的一个能量的函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非局部模型里面的这个耦合，为什么说它是非局部的？然后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牛顿引力式还有这个光学枪里面的这个模式频率有什么联系？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个耦合它是非局部的，是因为这个中介系统的这些量子比特，它都是直接跟这2个物体的相对位置 x 等于 x1 减 x2 相耦合的，它并不是说每个量子比特只跟其中一个物体的位置有关。所以这种非局域性其实和我们牛顿引力的那种超距作用是很像的。没错，就是这个形式，其实跟牛顿引力式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 v 等于 g 乘以 m1 除以 x1 减 x2 的绝对值。然后这种频率移动的耦合，其实最早是受到光和腔的这个相互作用的启发，就是当你有2个镜子，然后你这2个镜子之间的距离会影响这个腔里面光的频率。然后那个频率也是写成 omega 等于 omega x1 减 x2 的绝对值这种形式。好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考虑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这个物体的质量很大，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位置当成一个经典的数，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计算这个中介系统的这个自由能？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假设这个量子比特它是处于一个热平衡态，就是它的这个密度矩阵是可以写成每个量子比特的这个热态的直积，然后这个热态就是这个 ρ mt 等于连乘阿尔法从1开始一直到无穷，然后这个 ρ t 阿尔法 x 它是一个2×2的矩阵，它的对角元是1和 e 的负 omega 阿尔法 x 除以 t， 然后前面有一个归一化因子就是 zt 阿尔法 x， 它等于1加上 e 的负 omega 阿尔法 x 除以 t。这样的话，这个整个系统的配分函数就可以写成每个量子比特的配分函数的乘积。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配分函数就是 z 等于连乘阿尔法1到无穷，然后中括号1加上 e 的负 omega 阿尔法 x 除以 t， 然后这个自由能就是 a 等于负的 t 乘以 ln_z， 就等于负的 t 乘以对阿尔法求和 ln 1加上 e 的负 omega 阿尔法 x 除以 t。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量子比特的这个数目变得很大，然后把它看成是一个连续的，那这个自由能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取这个热力学极限嘛，就是让这个量子比特的数目变得很大，然后把这个求和变成积分。那这个时候这个自由能 a 就会变成负的 t 乘以积分，从0到无穷 d omega 除以 fx， 然后 ln 1加上 e 的负 omega 除以 t。然后这个积分是可以算出来的，它是等于负的12派方 t 方除以 fx。OK， 那我们就是说怎么通过这个自由能去得到这个物体之间的这个有效的吸引力，然后怎么去通过选择这个函数 fx 让它刚好就是等于牛顿引力。我们对这个自由能求梯度就可以得到这个力嘛，就是 fth 等于负的 grad a， 然后就等于派方 t 方 grad 1除以 fx， 所以我们只要让这个1除以 fx 等于 lambda 加上 l 方除以 x 的绝对值，那这个时候这个力就会变成 fth 等于负的派方 t 方 l 方乘以 x 方向上的单位矢量再除以 x 的模长的平方。然后这个形式就跟牛顿引力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我们令这个派方 t 方 l 方等于 g 乘以 m1 乘以 m2。所以说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个引力常数 G 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温度 T 和这个长度 L 来表示的。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 g 等于12分之派方 t 方 l 方，就相当于把这个 g 用这个微观的参数 t 和 l 给表示出来了。然后这个模型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参数 lambda， 但是这个 lambda 在这个力的表达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它对牛顿引力是没有影响的。那它的作用要等到我们后面去研究这个模型的涨落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好的，那这个非局部模型里面这个力，它的这个热的部分和熵的部分分别是怎么贡献的？我们可以直接从这个自由能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个中介系统的内能和熵都求出来，就是 U 等于12分之派方 t 方除以 Fx， 然后 S 等于6分之派方 t 除以 Fx。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自由能的梯度，也就是这个力，它是既有来自于内能的变化的部分，也有来自于熵的变化的部分。这是跟理想气体不一样的。理想气体的话，它的这个内能是不随位置变化的。OK， 那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动态的过程，就是这个物体它在运动。那这个时候，这个中介系统它怎么能够跟上这个变化，然后还能够让我们前面的这个结果依然成立？其实我们要得到前面的这个结果的话，我们是要求这个量子比特始终是跟这个物体的位置相对应的一个热平衡态。那这个就要求这个物体的运动不能太快，就它必须要比这个中介系统的这个热持续的时间要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准晶态的过程，就它每一步都是一个平衡态。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那个推导理想气体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保证这个活塞的移动是无限缓慢的。对，然后这个也是跟那个文献1里面，他们把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当成一个物态方程来推的时候的那个准晶态的假设是一样的。然后后面的这个第二部分的 C 小节里面，我们会通过这个引入一个中介系统和热库的耦合，来具体的说明这个热平衡是怎么维持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物体的这个位置和动量都看成是算符，那我们要怎么去描述这个量子的动力学？如果我们考虑这个完整的这个汉密顿量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海森堡方程来描述这个物体的这个运动，就是这个西 i 对时间的导数是等于派除以 m， 然后这个派对时间的导数是等于负的对 alpha 求和 grad ci omega underscore alpha 乘以 n alpha。对，这就是这个物体的这个运动方程。听起来就比这个经典的情况要复杂很多。其实也不会，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假设这个物体的这个态是一个位置很集中的一个态，然后这个中介系统是处于一个相应的热平衡态，那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跟这个热力学里面非常类似的一个方程，就是这个 p 对时间的导数的期望值是等于负的对 alpha 求和 grad x omega alpha x n alpha 的期望值，然后这个是等于负的 g 乘以 m1 乘以 m2 再乘以这个 x 方向上的单位矢量除以 x 的模长的平方的期望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热力学的这个力，它其实也是可以出现在这个量子的运动方程里面的。如果我们现在有 n 个物体，那这个非局部模型要怎么去推广？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参数要怎么去跟这个牛顿引力的这个参数对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每一对物体之间我们都放一套独立的这个中介的量子比特。那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和中介的这个耦合就是 VSM 等于对所有的 i 小于 g 求和，然后对 alpha 求和 omega ij alpha x 下划线 ij 乘以 n 下划线 ij alpha。对，这里面的这个 x 下划线 ij 就是第 i 个物体和第 j 个物体的相对位置，然后这个 n 下划线 ij alpha 就是它们这一对物体所对应的那一组量子比特。这样的话，这个每一对物体之间都有自己的一套中介，感觉有点复杂呀。是有点复杂，但是它的这个形式是很规整的。就这个 omega 下划线 ij alpha 它还是等于 alpha 乘以 f 下划线 ij x ij， 然后这个 f 下划线 ij 分之一是等于 lambda 加上 l1 乘以 lj 除以 x ij 的绝对值。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恢复到牛顿引力的话，我们只需要令这个12分之派方 t 方等于 g 乘以 l 的4次方，然后这个 i 离等于 m 乘以 l 平方。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多体的牛顿引力给恢复出来。对，这里面其实只有2个独立的参数，就是 t 和 l。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不用这么多套中介，就所有的这些物体都共用一套中介系统？有啊，就是我们可以让所有的这些物体都只跟同一组量子比特耦合。那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和中介的耦合就变成了这个 VSM 等于对 alpha 求和 omega alpha x 2乘以 n alpha， 然后这个 omega alpha 还是等于 alpha 乘以 f， 但是这个时候这个 f 分之一它是等于 lambda 加上对所有的 i 小于 j 求和 l1 乘以 lj 除以 a 减 xj 的绝对值。
这样的话，你最后算出来的这个每个物体的这个运动方程，它依然是符合这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局部模型了，就是在这个三维的晶格上面，这个物体和这个中介系统是怎么耦合的，然后这个哈密顿量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在这个模型里面呢，我们是想象这个空间是被一个三维的晶格所填满，然后这个晶格的间距是 a， 然后每一个格点上面我们都放了一个固定的量子比特，然后我们用这个算符 n alpha 来表示这个格点上面的这个量子比特的激发数。所以说这个时候每个量子比特它是只能跟它附近的这个物体有相互作用吗？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系统和中介的这个耦合就是 VSM 等于对所有的格点 alpha 求和，然后 omega alpha， 然后这个 omega alpha 呢它是等于负的 mu 加上 omega alpha， 然后这个 omega alpha 呢它是等于对所有的物体 I 求和 LA 除以 R 减 CX 的平方加 A 平方。这里面的这个 RA 就是这个格点的坐标，然后这个 CX 是第 i 个物体的位置算符，然后这个 Li 是等于 m 乘以 L 平方，这里面又引入了一个新的参数 L， 然后这个 μ 呢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这个晶格上的这个量子比特的化学式。所以这个模型里面一共有几个独立的参数？这个模型里面一共有3个独立的参数，分别是这个长度的尺度 L， 然后这个晶格的间距 A， 还有这个化学式 μ。然后这个频率的移动 omega alpha 它是会随着这个物体靠近这个格点而增大的，所以就是越靠近物体的这个量子比特，它的这个能级分裂就会越大。如果我们现在考虑这个局部模型处于一个温度为 T 的平衡态，那我们要怎么去计算这个中介系统的这个自由能？我们还是用这个 Helmholtz 自由能，就是 A 等于负的 T 乘以 lnz， 然后这个配分函数 z 呢就是等于对所有的格点 alpha 求积，然后中括号1加上 e 的 μ 减 omega alpha 除以 t。然后为了让这个计算是收敛的，我们先把这个系统放在一个体积为 v 的盒子里面，然后最后再让这个 v 趋于无穷。听起来这个计算也不是很直观，有没有什么简化的方法？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个 omega alpha 远小于 μ 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对数展开，然后只保留到2次项。那这个自由能就可以写成 A 等于负的 VTA 的负3次方乘以 lnz 星，再加上 sigma 星对 alpha 求和 omega alpha， 然后再减去1/2 sigma 星乘以1减 sigma 星对 alpha 求和 omega alpha 的平方除以 t。然后再加上更高阶的项，这里面的这个 z 星是等于1加上 e 的 μ 除以 t， 然后这个 sigma 星是等于 n 阿尔法的期望值，它是等于 e 的负 μ 除以 t 加1/1。其实这个 sigma 星它就是这个格点上面的这个量子比特的平均极化。OK， 那在这个局部模型里面，我们这个自由能的展开式里面的每一项对于物体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贡献？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自由能里面的这个常数项还有这个依次项的话，它其实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力的，因为这个常数项对位置求导就没了，然后这个依次项的求和最后也是一个跟位置无关的一个常数，它只是会影响这个化学式的一个重定义。所以说真正跟这个引力有关呢，其实是这个2次项，是吗？对，就是这个牛顿引力是来自于这个 omega alpha 平方这一项。就是你把这个 omega alpha 的这个具体的形式带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对所有的物体 i 界求和，然后 li 乘以 lg 再乘以一个 i 函数。这个 i 函数呢，它是一个关于 c 减 xg 的函数，然后它是一个长程的1除以 r 的形式，但是它在短距离的时候会有一个软化，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于1减 4a 除以派 r 这样的一个修正。那这个 i 函数具体的这个积分的形式是怎么得到的？然后它在这个距离比这个晶格常数大很多和距离很小这2种极限下，它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这个 i 函数它的这个积分的形式就是 i 等于积分 d 的3次方 r 除以 i1 减 r 的平方加 a 平方乘以 rg 减 r 的平方加 a 平方。然后这个积分是可以在柱坐标下面精确的算出来的，它是等于派的3次方乘以 s 除以 x 除以 xj 的绝对值，然后这个 s 呢，它是等于1减派分之2乘以 arctan 2a 除以 x。然后当这个距离远大于这个晶格常数的时候，这个 s 就趋于1，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i 函数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1除以 r 的形式。然后当这个距离很小的时候，这个 s 它是一个按1减 4a 除以派 r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修正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i 函数就会变得平缓，所以它是一个短距离的一个软化。
这个局部模型里面，这个微观的参数和这个牛顿引力常数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是要让这个自由能里面的这个二次项，它的这个系数和这个牛顿引力的这个系数是一样的。那我们最后就可以得到 sigma 星乘以1减 sigma 星乘以派的3次方乘以 l 的4次方再除以 a 的3次方 t 等于 g。那这个就是这几个参数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说这个引力的强度其实是跟这个格点的极化、温度还有这个晶格的尺度都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负号就保证了这个力是吸引的。然后前面那个1/2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求和的时候，每一对物体我们都算了2次，所以要把它除掉。那这个局部模型里面，这个物体之间的这个吸引，它背后的这个熵的机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在这个模型里面呢，是因为一个物体它会让它周围的这个自旋产生一个极化的云，然后这个极化的云是会跟着这个物体一起走的，然后它是同时会提高这个区域的能量，并且降低这个区域的熵。所以说，当两个物体靠近的时候，这个极化的云是会互相影响的，对吗？没错，没错，就是当两个物体靠近的时候，这个总的极化的体积是会减小的，然后这个熵是会增加的。所以这个熵增就是这个吸引力的来源，就是这个系统为了让这个熵增加，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吸引力。然后这个是可以从这个自由能里面的这个负的欧米伽 alpha 平方这一项看出来的。这个局部模型里面，它在什么条件下会变成一个完全的熵力？然后它和这个非局部模型在这个能量和熵的贡献上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个局部模型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自由能和这个内能里面的这个欧米伽 alpha 平方这一项的系数拿出来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局部模型里面，我们是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化学式缪，让这个内能的这个贡献刚好为0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力就完全是由这个熵来驱动的。所以说这个非局部模型里面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是吗？非局部模型里面无论怎么调参数，这个内能和熵都是同时对这个力有贡献的。但是在这个局部模型里面是可以实现一个纯粹的熵力的，这是它们的一个本质的区别。 OK，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引力是如何从一个微观的系统的自由能的极值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的。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个熵力的模型里面，它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引力子的模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